我现在从承德开车到达保定了啊！今天到保定这个必游景点直隶总督府去参观一下。这个地方以前是李鸿章啊、曾国藩这些封疆大吏办公的地方啊，以前都是我们平头老百姓根本不可能进去的。看看去啊，这里面门票30块钱，买好票了。而且今天这里下雨啊，冒雨进去看看。清朝那时候，中国有8个总督嘛。两广总督、两江总督、闽浙总督、四川总督啊，但是这个直隶总督是排第1的啊。直隶的意思就是直接隶属京城啊，就相当于现在直辖市了，直接归皇帝管辖。他现在在的这个保定啊，你听这个名字，保卫北京的安定，所以这个保定以前是河北的省会呢。然后我们先掉过头来看一下它这个大门口啊。哇，有2高非常高的旗杆，这旗杆30多米啊，据说比北京的前门楼子还高呢啊！前门楼高9丈9嘛，这个高10丈5尺啊！这是民国第5个总统曹锟，他盖的这2个旗杆啊，之前是木头的，他给换成水泥的了。当时呢，燕子李三还在这个上面睡过觉呢，因为那个燕子李三是个神偷，劫富济贫嘛。他犯了事儿以后啊，官府就捉拿他，谁知道他就爬到这上面去，在这里头睡觉啊。这就是越危险的地方就越安全啊。当官的都想不到他会在这上面睡觉。这个总督府门口啊，是最繁华的地方，车水马龙，特别堵车。今天下雨天呢，也是有很多人来参观的。现在我就进去了啊，检票进来了。这里面呀有好几进院子呢，一会儿我们再看啊。大家先看一下这个直隶总督他有多大的权力呢？我们先看看谁当过直隶总督吧。你看啊，比较有名的李卫，曾国藩、李鸿章，再看还有袁世凯啊，袁世凯当了3次呢。你看，这每一个人啊都是鼎鼎大名啊。大部分人呢都是当个2、3年就换一个人啊。但是这里面当的时间最长的就是李鸿章，他当了25年了啊。然后现在的这个直隶总督府也是按李鸿章的时候复建的啊，因为历史上已经毁坏了嘛。从这里就进来了，它这跟故宫一样，也是前朝后寝的。前面1堂、2堂呢就是办公的地方，后面3堂、4堂。就是总督的家人生活的地方。这个是大堂啊。这大殿门口啊有一个对联要看的，这是李鸿章70大寿的时候，皇帝和慈禧太后啊送给他的这个对联。你看这里写的“皇上御笔”啊。再看这里，这个上面写的“李鸿章70生辰”啊。然后这个上面写着慈禧、皇太后御笔，非常清楚啊。这相当于是慈禧和皇帝2个人联名给他写了个对联啊。你看，夸赞他是栋梁，有意思吧？这个直隶总督他的官到底有多大，权力有多大？到这里面去看一看。这是他升堂办案的地方呀。当时李鸿章啊，一个人兼了16个职位，这边写的8个是虚职，这边8个是实权的啊。从这边看一下，一个人身兼16职。刚开始是兵部尚书，相当于国防部长吧，手握兵权啊，大权在握的人。督察院右都御史，这就是检察部门了啊，相当于全国最高检察院的副检察长。因为左都御史是检察长嘛，他这个是副的啊，一正一副。监管直隶巡抚事，以前有巡抚有总督，总督比巡抚要大呀，他还兼任的巡抚。武英殿总裁，故宫前面有5个大殿嘛，武英殿、文华殿、太和殿、中和殿、保和殿。那年特朗普来了，我们不是还带他去武英殿参观嘛，所以这个也是很厉害的。奉旨管理河道，这附近有什么永定河呀，这些河全都归这里管理啊，疏通河道什么的这种。
管理长芦盐镇，盐运啊，可是一个政府的那个管理的嘛，管盐的都有钱啊。钦差北洋通商大臣，那个就相当于是管理那个口岸，进口出口都归这个来管理啊。从国外进口什么东西，往国外出口什么东西，都归他管理，实权部门啊。然后这边呢是这个总督出行时候的仪仗队，你看前面鸣锣开道啊，清水洒街，是吧？然后有人呢把他这个牌子都举着，然后浩浩荡荡的出街巡游。再看看这边的这个虚职啊，紫禁城骑马，这就是一个荣誉啊，一般人不可能让你在紫禁城内骑马。还有赏用紫缰，缰就是拴马的那个绳子嘛，紫缰，紫禁城嘛，这个紫色啊也是一般人不能用的。一等庶一伯，古代时候君侯伯子男啊，他这个伯已经是很高的爵位了。赏戴3眼花翎，据说那个和珅是2眼花翎啊，他是3眼。赏穿方龙补服，这个龙的图案只能是皇帝用啊，但是皇帝特意赏赐他也可以用。一般的文官呢，补服是那个仙鹤，你看仙鹤。武官的补服啊是那个猛兽，文官的补服是这种飞禽，但是特意赏赐他可以用龙的图案。头品顶戴，文华殿大学士。刚才那边是武英殿嘛，这个是文华殿。大学士就是全国最有学问的人啊。太子太傅就是太子的老师。这么多头衔啊。然后这个是万民伞，他辞职的时候啊，这个老百姓送给他的这个功德伞，相当于是，就相当于现在的锦旗，就是你干得特别好，老百姓舍不得让你走，然后就送一个这个万民伞。古代当官是很重视这个万民伞的啊，因为一个人当官，他的品德好不好，老百姓拥不拥护，爱不爱戴，就看他离任时候有没有人送这个万民伞。因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。然后这个大堂啊，就是当时一个省最高权力中心这个人的位置。这个文官后面的是仙鹤这些飞禽，武官的话后面就是走兽，老虎啊、狮子之类的啊，有区别的。最高权力就是这里啊。这个就是二堂了。二堂是总督接见外地官员啊，然后平时商讨政事的地方。这里有个特点，就是这一圈呢都有这个走廊，所以在这儿走是淋不到雨的。我参观其他的衙门是没有这个就是走廊的。然后这里面也是办公的地方啊，就是议事厅，讨论政务。再往后是三堂，三堂是生活区啊，总督休息的生活的地方。一般这门口啊会有2个人守着，事先通报才可以进入这个三堂。这个房间写字作画，相当于书房吧。对面呢是批阅文章。再往后啊就是第4进院子。就是总督的家人都住在这里啊，对面呢是他妈住的。那这个院子啊也有4周围的这个走廊呢，所以也不会淋到雨啊，还是打的雨伞吧。这里就是比较清幽了，外人一般不到这个最里面的院子来啊。哎呀，赶紧过来看看，看总督他妈还在这儿纺纱呢，这是。这肯定是假的啊！这么大的官太太，还需要自己纺纱吗？这都每天锦衣玉食啊过的。但是这人物做的确实挺逼真的。这种宫灯，这里面就是总督的卧室了啊！看看总督睡的那个床，小巧玲珑啊。这个是后花园，工作之余放松休闲的地方，
花草树木很多。大家好，我们知道三国时期刘备也叫做刘皇叔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是皇室成员，他自称是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，是不是真的不知道啊？但是他靠的这个名号呢，就可以收买人心啊，就可以有刘皇叔的称号。今天呀，我就要去这个中山靖王刘胜的墓去看一看啊，现在正在索道上坐着呢。你看后面这个山啊，里面都被掏空了。就是埋的那个中山靖王刘胜，这个地方套票是75块钱，包括这个园区的门票加参观汉墓的那个参观票，然后索道呢是往返50，一共125啊。后面呢就是保定市的满城区，这个墓也叫做满城汉墓，它是20世纪啊10大考古发现。这边就是墓道入口了。靖王墓啊，哎呀，在这个山里面开了一个口，从这里就开始进去了啊。哎呀，这个是墓室的通道。哎呀，这里面好阴森的感觉呀，还在往下滴水呢。进这墓里面了啊，现在前面就是中厅，两边各有2个耳室。这个耳室埋葬的是车马，这些马呀都是杀了以后才放进来的，并不是把活马放进来啊，因为活的马它活蹦乱跳的，会把这些贡品啊都搞乱啊。你看这个耳室还挖的洞挺长的啊。然后这个墓是怎么样发现的呢？大家看那个最里头亮灯的那里是一个洞啊。当时我们部队呢在这里修隧道，就是炸药在这里轰的一声。哎，那里炸开个洞，哎，发现这里面呀好多的陪葬品，这样才发现这个大墓啊。再看一下另一个耳室，这个耳室里面放着全是酒缸，这说明墓主人生前喜欢喝酒。这个刘胜啊，他是汉武帝刘彻的同父异母的兄弟啊。汉武帝登基以后啊，鉴于之前的七王之乱，他对这些同族的兄弟之间们非常的有戒心。所以这个刘胜啊，就戒喝酒啊，天天就是沉迷于酒色，这样就可以让汉武帝对他放松戒备。这其实也是一种生存之道啊。所以这个刘胜非常聪明的。这个中厅的前面有一个渗井，这个就是防止墓里面有积水啊，在这里专门挖了一个井，积水就可以渗到这里面。但是现在这里面依然很潮湿，你看这地面滴了很多水啊，现在还在往下滴水呢。这个中厅里面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中间这个红色的帷帐，这是干嘛用的啊？它就是墓主人生前的客厅，他在这里啊坐着饮酒作乐啊，这个意思。然后这四周围啊有很多的陪葬品，各种陶器、瓷器、铜器，反正这个是厚葬，出土的文物非常多。而且没有被盗过。前面就是后室了，墓主人刘胜的棺椁就放在里面。从这个小门进去，这门也是石头的啊。你看这下面是有机关的，以前这小门关上了以后，这后面会顶一个东西把这门顶住，所以如果是盗墓的也不好进去的。然后看看这里边吧，陪葬品也是非常丰富的。汉朝那时候实行厚葬，所以汉朝的墓呢经常被盗墓贼光顾啊，汉墓十室九空。但是这个墓非常幸运，没有被盗过。这个就是刘胜的那个棺椁啊，它是包的金缕玉衣的，整个尸体都是被那个玉包住的啊。我们看这边出土文物也是非常丰富，当然这都是仿制品啊，真品现在都在那个河北省博物院放着呢。看左面那个角落里面是他的浴室，就洗澡的地方。在这个墓室的后面还有一个回廊呢，回廊把那个墓室包围在中间了。哎呀，这个回廊是干啥用的啊？就是防止渗水的。为了渗水做了很多措施呀。你看从这边又转出来了。
但现在这崖壁上还是湿漉漉的啊，说明这山里面水汽很大。从那边进去，从这边转出来了，转了一圈。距中山靖王墓150米左右的地方啊，就是他夫人窦婉的墓。再到这个里面去看一看，也是一样啊。刚开始是一个大的通道。这两个墓的格局是一样的，但是有一点挺奇怪的，就是他这个夫人的墓啊更大一点，装修什么的也更豪华。这是为啥呢？因为他这个夫人啊比他晚9年才去世的，这9年嘛就可以挖得更好一点，是吧？这个就是墓里面的中室，中室就相当于墓主人的客厅。哇，你看这个还是穹顶呢，这个客厅确实是比刚才刘胜的要大，而且很宽敞。它这个后室呀是在左手边的。它这个墓的四周围也修建了排水沟，围着这一整圈呢，而且后室的门口也有一个渗水井，也是防止这个被水淹啊。进这个后室里面看看，墓主人的棺椁就放在这里面。你看红色的这个棺材啊，这个外面贴了一层的玉，这个玉呢应该是放在棺材里面的啊。它这个是个复制品嘛，就是放在外面，就是告诉游客，哎，里面是这个样子，就这个意思啊。这里面也出土了很多珍贵文物的，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这个铜像，叫做长信宫灯。你看它是铜制鎏金的，一个宫女提着灯，跪在这里，这个造型。它这个灯啊是有玄机的，这个灯罩是可以转的，转向不同的方向就可以照亮不同的区域，而且大小可以调节，就可以调节这个灯光的明暗。而且这个铜像啊，它整体是可以拆卸的，然后组合起来呢又严丝合缝，非常的难得。而且它还有一个玄机呢，这雕像的肚子里面是中空的，它这个灯在燃烧的时候不是有烟灰吗？这个烟呀就顺着这个袖子到了它肚子里面去了，所以就不会呛到周围的人。哇，这个设计真的是特别的环保啊！2000年前啊就有这种环保的理念。基于这么多原因，这个长信宫灯它是很有名的啊，也算是国宝了。大家来的时候一定要看一看啊！最后我们再看一下整个汉墓最珍贵的文物，就是这个金缕玉衣。这个东西啊，只有在汉墓里面才有可能发现，其他时代的墓是没这个东西的。因为在东汉末年的时候，曹丕就下令禁止做这个金缕玉衣了。那么什么是金缕玉衣？就是用金的丝线把这些玉片都穿起来，做成一个衣服的形状，把尸体放在这里面。因为当时的人他们相信这样就可以保持尸体不腐烂。一般皇帝会用金缕玉衣，诸侯啊会用这些银缕玉衣，再往下等级的人会用铜缕玉衣。但是为什么这个刘胜和他夫人全都是用的金缕玉衣呢？这是因为他夫人的身份很不一般，他夫人姓窦，当时的太后也姓窦，所以他们都是窦家人。当时汉武帝刘彻虽然当皇帝了，权力呢还是留在窦太后的手里。这个窦太后她是一个瞎子啊，双目失明。但你别看这个老太太她是个瞎子，她厉害得很啊。这个早期汉武帝刘彻啊，都被她玩弄于股掌之间的。从墓室出来，正对着就是这个景色啊。看看下面这满城区的景色，看得一清二楚，视野真好啊。好了，今天就参观到这里了，大家看完点个赞，拜拜。狼牙山五壮士啊，今天到了小学课本上学过的这个狼牙山了。这下面啊有人进献花圈呢，红色旅游基地啊。狼牙山就是后面那个山，特别的高，它属于太行山的一部分。从这里还可以坐索道上去呢。
今天到这上面去看一看啊。山脚下有一个狼牙山五壮士陈列馆，今天就去了解一下五壮士的英雄壮举啊。这边是游客中心，先去买个票。这是一个公司，团队过来的啊。这边索道往返80，门票现在是半价40啊，原价也是80，等于120块钱啊。然后现役军人啊，60岁以上的人是有优惠的啊。上车，哎呀，一个索道坐2个人。对，它这个索道还挺长的啊，直达山顶了。那山顶也是挺高，然后这山顶啊像狼牙，所以叫狼牙山。对呀，下面呀树木很茂盛的，你看还有很多的水流呢。前2天保定这边不是下大雨吗？所以现在的水比较多啊。哎呀，巍峨的太行山啊，这是。你看它这个山都是一根一根的这种柱子一样的。有点像张家界那里的景色啊，你看它这边的山啊，都是一块一块的，就像豆腐块一样。这个还是挺有特点的吧？对。到山顶了，沿着栈道往前走。哇，山顶果然很凉快呢。这里有个地图，从那里坐索道啊，直接到山顶了。路上的经过这么多景点都去不了了啊！现在这些也没有开，因为最近不是下雨了吗？直接坐到山顶往这里走，到这个真正的山顶还有一段路呢啊！我现在在棋盘陀这个地方了啊！你看这里有一个雕像，爆发过棋盘陀阻击战啊，那个才是山顶。当时日本人追着5个勇士追到这里的时候，有2条路嘛，一个是到山顶的，但是是一条绝路。另一条方向呢是去大部队群众转移的那个方向的。这5个人为了吸引这个日本人的注意啊，所以他们就把敌人引到那个山顶去了，就是这条路。咱们现在到那个山顶看一看啊。这一段就全都是台阶了，只能徒步往上走了。这日本人也是挺执着的啊，追到这个地方了还不放弃，还要往上追。半山腰有一个观景台，哇，这里也被做成五角星的形状了。从这里就可以看到这个山的全貌啊！哎呀，看看这个山很险峻的啊，因为它奇峰林立，峥嵘险峻，状若狼牙，所以叫狼牙山啊。远处可以看到一个水库，那个叫龙门水库，但是好像雾蒙蒙的，看不太清楚啊。长条状的，终于爬到山顶了。山顶修了个纪念塔，气壮山河。哎呀，真不容易呢，爬到这山顶。纪念塔现在没有开啊，这就是最高峰了。狼牙山五勇士纪念塔，但是本来这里是有一个观景台可以上去的，现在也维修没有开放呢。到那个后面走一走，纪念碑就像一个灯塔一样屹立在这山顶啊。这是它的后面，然后在下面呀有很多国家安全的一些宣传，毕竟是红色景点嘛。这后面还有一个玻璃栈道的观景台呢，但是现在也没有开，可能跟前2天下雨有关了吧。哇，站在这个上面拍照才好呢啊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开放呢。5个勇士被追到这个山顶，子弹也打完了，弹尽粮绝了，该怎么办呢？搬起下面的石头往下砸，也砸死了好多小日本。最后实在是没办法了，那只有纵身一跳，以身殉国了，宁死不屈啊！哇，这种精神啊，尤其是到了这种现场，你看的这种现场
再想象一下他们这个勇气，太牛了！大家点个赞啊！看这个纪念塔的后面，这就是悬崖了，完全就没有路了。哇，走到这里被逼到绝境怎么办呢？那只有往下跳了啊！看这下面好高的啊！当时5个人跳下去啊，其实有2个人没有去世啊，他们被半山腰的树挂住了。在景区游览有一个疑问啊，就是我们找不到他们跳崖的那个地方。其实吴勇是真正跳崖的那个地方，不在景区里面啊，在景区外面离这里不远的一个地方，叫做吴勇村，从那里上山才是啊。但是因为那个地方没有开发出来，道路啊、交通呀不方便，所以大家呢就是来这个景区，来相当于纪念一下啊。我现在在河北涞源，今天要到白石山去玩一下啊。这个山好像没怎么听过是吧？但它是名副其实的5A级景区啊，国家地质公园。因为山上有很多的白色大理石，所以叫白石山。这个山也是避暑胜地啊。夏天呢，山上平均温度21度，非常凉快。上去转一转，这里是售票处，看看门票。现在成人票135，里面还有很多的索道啊。还有一个套票是275，也可以各种组合，这是价格。直接坐索道上山啊！我买的是往返的索道，这样省体力了。这个山还挺高的啊，最高峰2099米。你看现在看的好远啊！这山上的树木啊、植被也都挺茂盛的。坐索道上来了，哎呀，这山顶果然很凉快呀，凉飕飕的。现在9月中旬啊，我穿的短袖，凉飕飕的啊。然后这里有一个地图，先看一下这上面怎么玩呢？你看我现在在这个地方，它这上面有3条路线，绿色的那是2000米海拔的到山顶的路线。紫色的这条是1900米海拔的，这个全长呀3公里左右。还有黄色的这条呢是全长4公里，这是1600米海拔的游览线。所以这3条线你要选一条，当然你也可以这样走环线啊，转一圈，但那样很费体力。哇，这前面是一个大峡谷啊，这峡谷好深啊。
然后这边呢，也是那个最长的那条线啊，1600米海拔的。然后我走这条线，就是半山腰1900米海拔的线啊。我看体力吧，走到对面，如果我体力好的话，就来一个大环线。这都是悬崖边的栈道啊。走到这里就可以同时看到这3条线路啊，上、中、下，大家根据自己的体力选择走哪条线路啊。哇，今天的天气真好呢，看这个蓝天白云，很通透，因为昨天晚上刚下完雨。你看它这里的山峰都是这样柱状的，一根一根的，这个叫峰林，山峰组成一个树林一样的啊。有特点啊！看前面的山上这个地方，这个石头像不像姜太公钓鱼呀？拿着鱼竿坐在河边钓鱼，就越看越像呀。必然必报的。前面这块石头像猪八戒背媳妇儿，你看这是猪八戒的头，后面背的媳妇儿。这边的栈道有一点吓人了啊！大家看着下面。哇，悬崖峭壁呀，这也好高的。这个栈道就修在这个边上，往上看，这都是大理石呀。这条路人工切出来的感觉是。这个叫侧身崖，好窄的一条缝呀，从这缝里面穿过去。侧身崖嘛，这真的胖一点的人都穿不过去了。有点费劲了就。刚才俩背着东西走也够紧张的，走得上。这里有餐厅，可以吃点饭。哎，这餐厅的位置真好，边吃饭边看着美景啊。来，路上来的时候路过德克士，我还买了个鸡肉卷呢。哇，现在边爬山边吃鸡肉卷，哎，我真是太聪明了啊！吃饱才有力气爬山呢。看我身后这个巨石，像不像一个海豚呀？所以叫做海豚出水。哎，大家听过白桦林，但你们知道还有红桦林吗？你看这边都是红桦林，你看那树皮都起来了，这是这个树的特点，红色的。科普时间到了啊！看前面这个石头，这表面疙疙瘩瘩的啊，这像小馒头一样凸起来的这些，这叫做叠层石。它是在15亿年前形成的，而且只有在海洋里才可以形成这个石头啊，所以证明这个地方以前是一片汪洋大海。哎呀，亿万年的沧海桑田，没想到现在变成高山了。看这块石头就像万卷天书一样啊，这一层一层的。这最早啊，它这里是海洋，它这块石头啊，记录了古海洋环境的，很神奇的啊。站在这儿都可以看到涞源县城了，就是那个方向。而且这里离山西大同也很近的啊，它属于两省交界处。这个属于是太行山的最北端，也是太行山的一部分啊。给大家看看这个栈道，哇，就修在半山腰呢，下面还那么高，上面也那么高。这栈道走起来很锻炼胆子呀。来，往边上看一看。哎呀，我去，这也好深啊！哎，大吼一声，练练胆。走到一线天了，哎呀，窄窄的一条缝啊，从这里通过。哎，往上面看一看，这天空就是一条线。很短呀，只有10来米吧，一线天。你往这儿找了半天像你。这个观景台被做成爱心的形状了。到这个爱心上面看看风景。哎呀，这四周围全都是绝壁呀，观景的好地方，山盟海誓的台子啊。
哇，看下面那条路，那是海拔1600米的那个。走到飞云口索道了，用了2个小时吧，没啥难度啊。这个中线走完了，现在走黄色的这条线，翻回去啊，就是1600米海拔这条线。大家看，半山腰有一个栈道，从那里走下来的啊。哎呀，因为它2条路线之间有300米的落差呢，这特别多的台阶啊，走下来还是有点累的。建议大家到时候可以坐这个索道下来，只需要45块钱。坐下来以后就可以走下面这条路了。看我后面这块石头，这个叫做太行之神，就这样孤零零的屹立在这里啊，也不知道多少万年了。这块石头见证着这一片沧海桑田的变迁。哇，前面是一个著名景点接吻石，你看这2个石头像不像一对情人在接吻呢？爱情打卡点啊，情侣一定要在这里拍张照，太像了。这山上还有咖啡馆呢，啥情况呀？坐在这里喝着咖啡看美景吗？看它后面，这叫做三圣朝佛，这3个山呀，像3个人一样，对着前面在朝拜呢啊！哎呦，这是情人桥啊，正好搭在这2个悬崖中间。可是我单身走上来，是马上就有情人了吗？哎呀，这个风景不错。那块石头也挺奇的啊，叫做仙人晒靴。哎，确实像一个靴子呀。它2个接触的地方那么窄，我很怕它掉下来呀。前面有一个飞湖玻璃廊桥，就是那个。哎呀，这个高度是真高啊！这胆儿大的可以去走一走啊。这个玻璃栈道它是可以绕着这个山转一圈的。这边还是双层的呢啊，这里拍照也不错的。回去的路还有那么长呢啊，全是上坡台阶，实在不想走路了，坐索道回去吧。坐索道45啊，只有我一个人，这还是挺宽敞的这里面。今天走了16000多步，走了个大环线，用时6个小时啊。哎呀，太累了，腿都要走废了。大家来的话，这3条路选其中1条走就行了，没必要全都走啊。现在走到这个索道的中间了，好吧，视频就拍到这里了，景色还是不错的啊。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这么近，那么美，周末到河北。到官厅水库了，朋友们，河北怀来官厅水库啊，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修建的第1个大型水库，也是北京市的那个饮用水源地之一啊。进去转一转吧。水库现在被做成一个湿地公园啊，环境非常好，但是它面积特别大，所以要坐一个电瓶车进去啊，40块钱车票。这红色的是线路，可以坐到这水边去转去啊。转这一圈30公里呢，这写的需要玩2个小时，那我还挺期待的啊。坐电瓶车，哇塞，这个地方也太绝了吧！这么大片的向日葵呀！河边有个观景台，先到这上面登高望远看一看。哇哦，这个景色是真不错呀！看看那个大片的水面，这只是整个湖的一小部分啊。远处是燕山山脉，翻过那个山就到北京了。这边有大片的荷花，夏天是荷花盛开的时候啊，现在已经快开过去了。
可以沿着栈道走到这荷花中间去拍照，下去看看吧。芦苇荡啊，哇，里面还有这么多荷花盛开呢，太漂亮了！还有莲蓬。刚才在岸上买了个煎饼吃，哎呀，边吃边看美景，景色真不错啊，放松身心的好地方。哇，这芦苇长得跟我一般高了都。到博物馆这一站了，看看这里面有些什么展览。这博物馆盖的是挺漂亮的呀，中间有个梯子螺旋上升的呀。入口在哪里？博物馆里面好漂亮呀！最中间这个楼梯是个亮点啊，是样圆弧形的，都是一些官厅水库附近的介绍啊。怀来县官厅水库，简单看一看就行了。水库湿地的展览啊，这水库里面生活着各种的鸟类啊，都是候鸟。哇，这个做的挺逼真呐，来了解一下啊。逛完了官厅水库，开车往张家口走的路上，路过一个叫鸡鸣驿古城的地方，所以下高速过来看一看。哇，这个古城啊，就坐落在这个山脚下。这座山呀，还有点特别，它是一座孤峰，和周围的山都不挨着，就像这个平原上突然之间冒出来一个山一样，孤零零耸立在这里。你从很远的地方就可以看到它，越往近走啊，就越有一种巨物恐惧的感觉。有一个成语叫做拔地而起，我觉得形容这个山再确切不过了。这个山叫鸡鸣山，传说是唐朝时候那个唐太宗李世民和东突厥打仗啊，他的部队就驻扎在山上，晚上听见有公鸡打鸣，所以就叫它鸡鸣山。而且山脚下的这个古城它也是有历史的，它是中国目前为止保存最完整的古代驿站。在辽朝萧太后那时候，萧太后就特别喜欢这一片，把他们都建成这个皇家园林了，建了上中下3个花园啊。而且在清朝八国联军侵华的时候，慈禧太后和皇帝西逃，还在这古城里面的一个大户人家住过一晚呢。所以说这也是一个有故事的古城啊。